唔知大家有冇諗過自己想過一個點樣嘅生活？今日講嘅呢部電影《生活日常》就主要講述男主角平山作為公廁嘅清潔工人每日嘅生活。電影喺前半段基本上都係好簡單去記錄平山每一日嘅流程。每日一起床就會淋花，之後着好工作制服出門口，喺屋企隔籬個汽水機度買罐咖啡，之後就會開住車去做嘢。而每日開車嘅時候都會用磁帶去播放70至80年代嘅歌。工作期間都非常認真清潔每一個地方。中午就會坐喺公園嘅一張長凳度食飯。如果見到幾靚嘅景色，就會用一個舊式菲林相機拍低。食完就會繼續工作。放工之後就會去公共浴室沖涼，之後就會去一間小食店食同一樣嘅小食。夜晚就會睇下書，之後就會瞓覺。而放假嘅時候就會去攞洗好咗嘅菲林相，之後就會去居酒屋。基本上日日如是。而電影前1個鐘頭都係好平淡咁去記錄一日發生嘅一切。但係呢1個鐘頭想表達嘅，當然唔係淨係睇住平山點樣洗廁所啦。首先要嚟講下電影當中想傳達嘅觀念。電影係利用平山呢個角色去代表住舊時代，然後去對比翻現代年輕人代表嘅新時代。我哋可以喺電影當中處處都見到呢一種比較。由一開始男主角平山嘅屋企都已經可以見到比較。平山屋企可以話係完全冇任何高科技產品，佢就只係住緊一個非常舊式嘅公寓。然後導演為咗去突顯呢一種舊式嘅感覺呢，特登安排咗平山嘅公寓可以望到東京嘅晴空塔，而晴空塔就係代表住新時代，就更加突顯平山嘅公寓嘅舊。然後平山平時播嘅歌都係70至80年代，而且播放嘅方式都係用非常舊式嘅磁帶。而工作當中都展示咗現代廁所嘅發達，其中一個廁所冇人用嘅時候係會透明，你可以見到入邊有冇人呢？如果有人用緊，就可以將廁所嘅透明狀態變為不透明。導演又為咗突顯呢一種科技嘅進步，就安排咗一位年輕嘅外國遊客啦。就連呢啲現代人都唔識如何使用呢種廁所，除咗塑造平山嘅性格之外呢，都突顯咗科技嘅進步同埋呢個新嘅時代，都係暗示咗時代嘅變化。可以話呢種比較都唔算太突出啦，所以電影當中都直接用咗一位同平山一齊工作嘅年輕員工 Takashi 去同平山作對比。Takashi 可以話係一個典型嘅現代人。佢完全唔會認真對待洗廁所嘅工作，心諗洗個廁所使唔使咁認真啊？洗完廁所咪係會污糟，所以佢平時嘅工作態度都係非常唔認真啊！玩住手機求其抹下就算，返工又會遲到。反觀主角平山就非常認真工作。電影展示咗佢會有屬於自己嘅清潔用具啦，洗廁所會洗埋平時肉眼見唔到嘅地方，仲會特登用放大鏡去檢查有冇地方污糟。呢啲橋段除咗塑造平山呢個角色之外，都凸顯咗老一輩認真嘅態度同埋年輕一輩嘅散漫。而平山平時會直接着住工作服去工作啦，但係 Takashi 就會去到先換衫，都呈現到 Takashi 佢非常厭惡自己清潔廁所嘅工作同埋工作嘅態度。好多時候我哋對於舊事物都係排斥嘅，我哋年輕一代都代表住 Takashi， 對於清潔工作非常反感。見到舊式磁帶非常值錢，就要求平山賣咗佢。佢只會用金錢去衡量磁帶嘅價值。洗廁所嘅佢每日都喺度怨天怨地，呢一種都代表住依家普世嘅價值觀：物質主義、金錢至上。佢唔理解點解磁帶咁值錢，平山都唔願意買，都唔理解點解平山咁認真對待一份只係洗廁所呢種低等工作，都唔理解佢咁老點解唔結婚。雖然電影入邊 Takashi 好多時候嘅行為都係非常負面同埋唔嗲唔吊，但係電影有一幕去展示佢其實同一位智障兒童係好朋友，同埋會承諾會還錢俾平山啦，都證明咗呢個人其實唔係完全嘅壞人角色。喺現代人眼中就會對於老人有一種食古不化、與時代脫節嘅感覺，但係電影基本上係從老人派平山嘅視角去睇成個故事。佢對於生活嘅享受唔係非常世俗嘅追求，佢享受嘅係生活嘅平靜，欣賞平時我哋生活唔會留意到嘅細節，對於其他人保持一種謙虛，而唔係任何嘢都係用金錢或者物質去衡量。呢種係現代人非常少見嘅追求。
呢種平淡帶嚟嘅幸福，都係電影前半段所表達嘅。點解我話呢種對於幸福嘅追求只係存在於電影前半段呢？就係因為後半段就開始打破呢一種完美同埋日日如是嘅平淡，而呢一點就要從平山個阿妹個女 Nico 嘅出現開始。首先啦，我哋其實可以發現平山呢種生活其實只係由幾年前先開始嘅啫。Nico 嘅出現都代表住其實平山並唔係冇人冇物，其實佢都有屬於自己嘅家人。平山因為 Nico 突然嘅到來，都令到佢本嚟嘅生活多咗一啲色彩。我哋可以發現，其實平山並唔排斥 Nico 嘅到來會打亂佢一個人嘅生活嘅感覺，反而令到佢開始享受陪伴嘅感覺，同 Nico 分享佢嘅臍帶啦，一齊清潔廁所啦，一齊去公共浴室沖涼、食飯同埋踩單車，都係展示咗平山嘅喜悅。但係佢知道呢種生活並唔可以一直維持落去，所以先決定打電話俾阿妹，等佢去接走 Nico。然後竟然發現平山阿妹坐住豪車嚟接 Nico， 仲要有司機服侍。同埋電影好多時候都展示咗平山係非常中意讀書，就算因為佢依家廁所清潔員嘅工作啦，人工相信都唔會話好多噶啦，但係都冇停止過繼續閱讀啦，所以只好買一啲平價嘅100yen書，但係絕對唔代表嗰啲書係咩垃圾嘅書，只係平山求其揀嚟讀。因為我哋可以發現電影當中啦，平山揀完啲書去結賬嘅時候，老闆娘都會講下各位作家嘅內容，都證明咗平山其實知道書籍質素唔差先會選擇。呢啲都證明咗平山本嚟應該係一個生活富裕咧、好有學識嘅人。咁點解會選擇離開原本嘅生活，去選擇做清潔工同埋住舊公寓呢？電影其實就冇解釋太多，就只係從阿妹口中得知一二啊，都係平山對於佢哋嘅父親嘅不滿。而電影當中有時會閃過一啲黑白模糊嘅片段，相信係平山喺夜晚發夢嘅畫面。一啲畫面係勉強都睇到一個踩住單車嘅年輕人，可能都暗示住平山嘅父親喺佢後生嘅時候做咗一啲嘢，去令到平山選擇獨自生活啦。而呢個時候就帶到電影後半段嘅表達，就係生活唔會一直都維持現狀。電影入邊都提到過一句啦，如果可以一直維持現狀就好啦。但係事與願違啊，電影結尾都係展示咗平山生活各種嘅變化。一開始係 Nico 嘅到來呢，然後阿妹同平山嘅對話去暗示父親嘅病重，Takashi 嘅辭職，平時會喺公園跳舞嘅阿伯選擇離開公園，屋企附近嘅屋遭到清拆，平時去嘅居酒屋老闆娘前夫患癌，都係暗示咗生活一直嘅變化。生活冇可能一成不變，我哋所享受嘅當下總會遭到突如其來嘅破壞，但係都因為呢種變化呢，都令到平山所謂美好嘅生活遭到打破。佢呢一切美好嘅生活其實都反映咗一直以嚟嘅孤獨。好多人唔理解佢點解要洗廁所，唔理解佢點解唔賣咗臍帶佢，點解要放棄原本嘅生活。所以當電影入邊見到有人欣賞臍帶播放嘅音樂，會露出微笑，因為 Nico 嘅到來感到開心。當呢一切短暫嘅快樂過咗去嘅時候，平山再一次孤獨一人。佢一直假裝自在生活嘅假象被打破，但係佢都只好繼續生活，繼續工作，去慢慢享受翻佢原本嘅生活。但係過咗2日之後，佢翻唔到去佢原本嘅生活，所以佢去咗便利店買煙同買酒，去咗河邊飲酒吹風，食住已經好耐冇食過嘅煙。呢個時候嘅平山係最空虛同孤獨，但係呢個時候電影就安排咗佢去見到居酒屋老闆娘嘅前夫啦，同佢喺度傾偈，同埋一齊飲酒食煙，大家都喺度感嘆生活嘅變化，然後又好似小朋友一樣喺度玩踩影子嘅遊戲，都意味住佢哋對於過往嘅向往。但係當呢一切都完結嘅時候，平山都係繼續坐住車，聽住臍帶播放嘅音樂，但係一個人嘅佢再都忍唔住呢種感覺。呢個就係點解電影結尾佢會由笑慢慢變做喊嘅原因。其實電影嘅節奏算係非常緩慢，而且故事都係非常平淡啦，所以其實電影入邊嘅情感都係比較模糊同埋唔易察覺嘅。但係飾演平山嘅役所廣司憑住佢細膩嘅演技，令到角色嘅情緒係慢慢透過人物嘅表情透露出嚟。
電影入邊主角嘅情緒波幅冇表現得太大，而係透過日常生活嘅一啲小細節去呈現同埋塑造平山呢個角色。呢個就係點解役所廣司可以贏得康城影帝。平時睇好多日本影視作品啊，演員嘅演出都俾我一種演繹得非常誇張嘅感覺。所以我對於日本影視作品一直都冇話太過喜愛，但係役所廣司就憑住生活日常，貢獻咗細膩同埋精湛嘅演出，去飾演呢一位過住平淡日子嘅平山。除咗役所廣司嘅演出啦，電影我最中意嘅就係電影所表達嘅觀念。可以話喺世俗人眼中啦，好多人追求嘅一個所謂 perfect days， 可能係獲得高薪厚職，日日揸靚車，住洋樓養番狗，每日食高級食物先算係完美嘅日子，先至係完美嘅人生。生活日常最打動到我嘅就係電影當中嗰種寫實同埋平淡。電影提倡嘅就係各種嘅平淡感，即係唔通我唔係高薪厚職，我唔係揸靚車食豪嘢，就唔係一個完美嘅人生咩？就唔係過緊一個完美嘅日子咩？唔通除咗呢啲物質嘅享受之外，就冇其他嘢值得我哋去享受噶啦咩？其實身邊有好多地方都值得欣賞，無論係同身邊嘅人嘅交流啦，欣賞花花草草，甚至係同一個唔識得嘅人玩過三關，都係對於生活嘅享受。我唔敢講呢一種就係所有人都應該追求嘅生活，至少導演喺電影想表達嘅就係呢種看似微不足道、生活變化無常嘅生活，先至係屬於佢嘅 perfect days。我之後都會整更多電影相關嘅影片。如果你都係中意電影嘅話，又或者想知道有咩電影值得推介嘅話，都可以訂閱呢個 channel。有咩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咁唔講咁多啦，希望喺戲院見到大家，我哋戲院見。今度は今度、今は今。